妈台湾记者太爽了吧？不是说洪都拉斯白虾完蛋，从头到尾洪都拉斯白虾就是个新闻制造业。洪都拉斯白虾进入中国市场，双边关系进展迅速，要签订 FTA， 为了要造谣都不用查不用看。三立专门有经营白虾线的记者，三立啪自由市场啪打脸，北七到极致。红梅铁洪都拉斯白虾崩溃。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去年3月和台湾断交，转向和中国建交。1年多来，洪都拉斯白虾的外销市场流失了台湾，想出口到中国，但价格又被砍半，至今没人敲开中国市场，养虾产业萎缩也流。中方将坚定不移发展中洪友好关系。去搜寻洪都拉斯白虾，变成每天都有。这3天2头就出现这洪都拉斯白虾的新闻。教台湾正宫，洪都拉斯轮小六，中国你再开放一地白虾进口，也抢输这4国。洪都拉斯自从2023年3月跟台湾断交以后，它的白虾就很惨。洪都拉斯哪天欲哭无泪，现在已经惨到什么程度呢？就哪怕跟洪都拉斯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中国开放其他国进口白虾，新闻也会自动把洪都拉斯白虾连接在一起。洪都拉斯断交台湾，转与中国建交，其中原因就是中国承诺开放洪都拉斯白虾进口。然而从去年3月到至今的价格、进口量通通不尽人意，而且只是传出，他就做一个新闻，有意取消巴西白虾进口限制。洪都拉斯恐欲哭泪，终结一句话：洪都拉斯遇上了什么阿 Q 阴谋啦？报道指出了全球最大虾子出口国厄瓜多，今年巴西预计生产21万至22万吨虾，产量虽不及厄瓜多，也可填补中国市场特定需求，但他们也面临挑战，包括巴西白虾价格较高。请问跟洪都拉斯有什么关系？你讲了厄瓜多，你讲了巴西，跟洪都拉斯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洪都拉斯白虾就是一则垃圾新闻，道道地地的一则垃圾新闻，受不了，就是完全没有关系，他硬要把它扯上来的概念。历史人呢，我们是很认真研究的哦。11月30就报了，风传媒今天才报可能放宽巴西的消息，一报再报，然后里面到底有多少跟洪都拉斯有关系呢？只有说这激烈竞争恐怕让洪国虾苦不堪言。真他妈恐怖情人有够恶心，民进党脑残三立专门有经营白虾线的记者耶，三明治到底有多爱虾？气记者到底经营白虾几年了？还有自由时报，还有民视事实上最爱报白虾新闻的就是三明治。中国你开放巴西白虾进口，这国虾农产了，快报洪都拉斯虾农雪上加霜，巴西白虾有望输入中国，他明年卖出首批货。台湾原本是洪都拉斯最大的进口白虾国，去年双方断交之后，台湾不再向洪都拉斯购买白虾，洪都拉斯也等不到中国承诺的白虾订单，导致业者濒临崩溃。如今台湾也找到白虾替代国，有望从友邦贝里斯进口白虾。现在是怎样？台湾只能从友邦买白虾吗？其他简单来讲都是自由贸易的世界，你要买就买，不买就不买。洪都拉斯断交之后，全世界没有地方可以生产白虾，只有台湾友邦可以生产白虾。贝里斯在这里，洪都拉斯比起贝里斯有什么优势？它两面都有港口的国家，它在两侧。贝里斯的白虾还要经过巴拿马运河，船期更长，路费更贵，还有贝里斯人口极少，贝里斯全国人口只有40万，它能够产多少白虾出来？你告诉我，这个国家根本就是一个未开发国家，一个面积22800平方公里的国家，全国人口只有40万08千。洪都拉斯白虾雪崩未到尽头，与台湾断交惨况产生。中央社的报道，刚刚断交的时候，逾30%进口白虾来自洪都拉斯，当时说不会缺虾，因为为什么呢？担心会缺虾，所以一开始还不是恐怖情人，只是报道怕会缺虾，就开始变化了。到了2024年，洪国分手，台湾投共白虾出口重挫21%，外汇砍7亿，养殖业较惨。7月10号，台湾外交处境困难，洪国养虾产业变产业，或许可以让部分人是长期抑郁的心情找到出口，但过度渲染恐适得其反，因适可而止。赖政府不如以合于国际白虾贸易行情，增加对洪国白虾采购量，既不当凯子，也可雪中送炭。相信洪国的朋友倍感温暖，为台洪未来埋下善的果子。谁理你呀？洪都拉斯白虾崩溃崩溃，只有红梅在那边舔洪都拉斯，红梅舔洪都拉斯，轮梅啊，新唐人
全都加入了洪都拉斯白虾的大战。坚定支持洪都拉斯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话说得好听，但白虾每公斤报价跟之前相比却直接砍半，甚至直到现在，洪都拉斯还没跟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更惨的是，除台湾之外，最大市场墨西哥去年底宣布禁止水产输入，再断红国金援。据估计，光是今年第一季，洪都拉斯就损失2000万美元，大约新台币6.5亿元的外汇。洪都拉斯白虾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双边的一个关系进展迅速，要来签订 FTA 自由贸易协定的早收清单，作为一个里程碑。洪都拉斯进口白虾以零关税安排正式进入中国市场。2024年10月13号，洪都拉斯白虾正式以早收清单的形式进入了中国市场。绿美要报一下，环球时报啊，中共官媒啊，人家谈早收清单，现在谈好了，今年10月等了1年多，终于全部都谈好了，要来进入到中国市场。为什么要谈很久？因为这涉及检疫的问题。你以为中国海关就像台湾一样，为了外交关系，什么都可以放进来，有虫卵的东西也可以出口，有辐射的海产也敢放进来。2024年10月13号，洪都拉斯白虾正式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快速通关，三立啪打脸，自由市场啪打脸，还给你小六，谁理你啊？洪都拉斯早就开放，北七到极致。洪都拉斯有多悲催呢？这是洪都拉斯的 GDP 成长率，洪都拉斯的 GDP 成长率每一个季度，2023年第二季跟台湾断交，3月断交，每一季度的经济成长率 3.5、4.3、3.5、3.3、3.9，每一季度经济成长率都是上涨的啊！不是说洪都拉斯白虾完蛋了吗？那台湾记者太爽了吧！从头到尾，洪都拉斯白虾就是个新闻制造业，为了要造谣，什么东西都不用查，什么东西都不用看。中国立陶宛关系不好，为什么呢？因为立陶宛驱除了中国的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士，指控违反维也纳外交公约，立陶宛法律活动。那宣布呢，3人必须1星期内离境，没有提供细节，也没有透露3人具体行为。因为现任政府，但问题新任政府是亲中的，恶心到中国，呼呼呼呼！台湾万载，台湾万载。主要原因有人说是这个波罗的海电缆事件因为中国的一艘货船被指控切断了立陶宛跟瑞典之间的这个电缆，那一条货船它把那个锚拖下去，开船拉动，然后把那个电缆给勾断，很可能是拜登带动的，因为拜登现在要下台，整天用尽全力到处在恶心中国嘛，整天用尽全力到处在恶心中国，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下台前呢这特别去搞事那我们就等着看吧